我可能就比較像是一個比較資深的投機客這樣子。其實市场一直在變，偶爾其實會發現一些蛛絲馬跡。你認同股市就是賭場？我認同啊，尤其是越短線越是賭啊。你剛才講到交易日誌，是你這樣寫已經寫多久了？從專職做7年有了吧？專職之前寫的交易日誌其實比較混亂，那個時候很多都是對於未來的看法預測。OK， 大家知道我的交易日誌 A4 原本很大一張，而且很多張，可能我沒有印出來，但是我是用雲端的 Google 文件嘛。我后來一直說，我們第一次上完課的時候，大家有看過我有一張那個很短的，我連做到最短，當然現在更短了，但是我連做到最短線都只有那一格而已，对不对？所以你跟我相反，你会多發展，所以你的 list 变越来越多。所以发现了很多，就是对，就是我整理出来的交易策略因此而变得多啦。然後那些交易策略，我就會覺得說，因為我覺得我自己是專職在做嘛。專職在做，那既然都花這麼多時間在看盤了，那有發現這個策略，當這個事情發生的時候，風暴比又高，那為什麼不做呢？這個可能跟個性有關係。我覺得對，因為我會有這麼多交易策略的原因，是因為我不習慣重壓，所以我很少有一筆會壓超過10%的，所以我就變成說，我有很多交易策略，發現很多交易機會，然後每個交易機會可能我就壓個3%、5%，然後賺到一些錢。然後或者是說沒賺到錢不管，然後就走這樣子。對，讓我自己感受到比較平靜，就是說不會好像遭遇到太大的風險。因為我覺得我如果承受很大筆的損失的話，我可能要花更多的時間才可以復原。心裡面的問題，心裡面不舒服，壓力很大。那所以我就會覺得說，比如說今天要我壓一檔公司30%好了，如果要留倉。就會比較悲觀的講說，那我承受很多風險，萬一晚上廠房爆炸怎麼辦？像晉鵬突然那個廠房就燒了，對，那你隔天搞不好跌停根本出不掉，那我可能一筆我就總資金賠6-7%了，那我覺得我沒有辦法去承受這個。個性差很多。我上次跟你講我買的美股標的，我不知道有沒有告訴你，我沒有設置匯單，個性影響很大。那就是一個純技術分析底子的出身的這樣一個個性。你怎麼看現在的東西？例如存股。我自己覺得存股也沒有什麼不好啦，它其實也就是一個交易策略嘛。只不過說，如果說選擇存股策略的人，他很明白的知道他存股這件事情的天花板跟地板在哪裡，對，然後它的局限在哪裡。那如果他們可以接受，那我覺得也沒有什麼不好。雖然沒有我們想象中賺到，理想中蠻好的，對。但是我想你待市場這麼久了，你會發現這樣子形態的人，對。他往往會在最恐怖的時候，把他存的股票全部清空。對，我印象很深刻，就是2015年8月24號大崩盤嘛，那時候是最後恐慌趕底的時候，跌到7200，那一天中興保全瞬間被砍到跌停板，我就想說，這麼穩定的公司，為什麼有人會選擇在那天把它砍到跌停板？應該還是要注重風報比啊。我覺得我的8原則在強調就是一些策略的延伸，它是經過什麼 SOP 的思考流程。其實現金也是一個標的啊，就是說，雖然說可能大家覺得說我對股市不熟，那我可能今天找到某個金融股，就傻傻的每個月買一點，所以我可以買到一個長期的均價。那我心裡想說，其實是可以花一點時間再去看看可不可以優化。比如說，你看看這個金融股的股價淨值比，或者是殖利率，那沒有到一定的低檔的時候，你就把現金存着嘛，然後等到某一個時間點你再買下去，而不是一個月這樣的。這個策略像你剛剛講的，這個策略沒有錯，但他一定要很了解這個策略的流程。是風平浪靜的時候，他永遠是一個存股的信仰者，對，而且非常舒服。盤勢殺下來的時候就完蛋了。我覺得逆境的時候就是考驗的時候啦，底氣就是看這個時候。其實平常真的看不出來。因為現在存股，因為現在比如說金融股一直往上走嘛，今天還創新高。那有些金融股，我相信以他們的獲利能力或者景氣循環的狀況，很有可能在接下來幾年，它也可以跌30-40%。那跌了30-40%之後，這些存股的人從賺變賠，到那個時間點，他還願意繼續再投入嗎？其實我覺得短線交易最大的好處是你很快可以審視你自己的策略，
你做不做得到？中長線交易一開始就投入中長線交易的人，會有一個風險是，他要過 N 年，他要過5年才發現原來我個性不是這樣。我講到這個，我最近在寫書嘛，我在寫到程式交易，我認識的所有最好的短線交易者都是主觀交易。我不曉得你們同業是不是也是這樣？是有聽過朋友的朋友，他們有人就知道有人在兜售這種程式交易模組，可是長期下来其實。應該說績效也不是很穩定，因為我覺得畢竟程式交易是人寫出的策略，只是透過程式去跑嘛。我覺得好像很吃行情啦，然後市场有時候也會变化嘛，所以那變成說就會有一個很關鍵的問題，就是說你到底還要不要相信這支程式？你要不要調整？還是說可能7成賺錢，3成賠錢，剛好這3個月就是那3成賠錢的，那要不要繼續放？要不要繼續用？先不管它到底 O 不 OK， 可是我覺得只要碰到比如說一段期間3個月、6個月，它績效都一直不 OK 的，也沒有人敢用了。所以最有趣的就是一般人認為程式交易是克服人性，但其實最終程式交易又是一個很主觀的交易，你可以選擇用或不用。但一般人可能沒有什麼交易經驗的人很難理解這件事情。我目前看到，我覺得可能比較有可行的都是那種刷 tick 的啦。刷 tick。那等到明年主筆撮合之後，我聽說好像有某些团队正在採購設備跟軟體，然後就是要去做，因為現在當日沖銷的成本降低了嘛，所以他們可能可以創造出某種盤勢吸引人，然後他可能刷了5個 tick 就走這樣，大量這樣刷。他們業內可以，跟華爾街一樣。他們業內可以，這種我覺得可行啦。那如果是說是一些比較更細緻一點的策略，說你要求比較大的那個報酬率，然後你希望說看到什麼現象，然後程式就可以主動去進場，那我覺得這個都還是有局限的。有局限，而且你每天起來要改寫一些細節，我覺得不太容易，即便是自己能寫，到底該不該改都是一個問題。大家也知道我不做選擇權，但是因為你做的這麼短，或許你應該是更適合，但是你沒有去做這些東西，不管是選擇權還是你不專注在當沖的原因是什麼？因為我是完全不喜歡的。第一個是選擇權，我覺得裡面高手很多，然後我不想要跟他們競爭。OK， 然後第二個是我個性上我不喜歡有那種時間壓力的東西。OK， 就是撇開操作不談啊，你說今天，比如说我們出去玩，去那個什麼大魯閣，開那個什麼卡丁車，我就沒有很愛，因為我覺得那種時間壓力競速什麼的。很不喜歡，所以像選擇權或像權證這種時間價值的，我覺得我就很不習慣，因為我會覺得說，我如果沒有做對，然後那個時間價值有時候突然又伸縮，然後突然那個隱含波動率又降，然後我整個時間價值莫名其妙又縮掉，我覺得不容易交易。我覺得選擇權對我最大的問題是我明明看得出漲跌，但是那個時間點只要差1-2天，我的獲利就差很多。幾次之後，我就覺得我為什麼要把我人生放在這裡？覺得時間價值太不公平了。是看對賺不到，我沒辦法接受。對，大概是這樣子。那我們2018年的時候，我們的聚會那時候有說特別注重我認為的所謂的全面性交易。那當時他們都做海外，其實做得還不錯。你的技術能力不會比他們差，但是你始終沒有想要碰，是什麼考量？因為我現在短線的交易策略很多時候都是在捕捉短線情緒的變化，那所以短線情緒的變化其實是很需要主場優勢的，就是說，我在台灣的股票市場，我對這個產業、對這個公司，我有感覺。OK， 比如說它今天發生一些重大事件的時候，对，那我去捕捉那個短線可能正向，或者是說跟市场想法完全反向的变化。因為我覺得台灣股市其實資訊不對稱的狀況還是很嚴重，所以有時候你會發現，就是說，明明這是一個利多的世界，為什麼今天變成開高走低？然後媒體就會寫說利多出盡嘛，用4個字形容就很好用。可是其實有時候只是可能早就大家都知道了，所以 maybe 前幾天都買好了，今天趁開高時大家都要下車而已嘛。那或者是說，今天開高了，可是其實有更大的法人，他的看法跟交易者或是跟這些媒體是相反的，他可能看的是不好，然後沒買盤啊，反而賣盤砸下來，結果變成利多出盡，所以我就會去看看說是不是有短線有這種情緒去可以捕捉，因為其實還是有很多人很 TK，就是說他會有心中有一個偏見，就是說他今天看到這個公司財報開出來很好，
他覺得一定漲，所以今天開高了走低，他反而覺得拉回是好買點，再買進去，然後呢就發現你們一直往下掉，再加碼，然後可能他是做現股當沖，就全部砍在尾盤。沒錯，我在想因為我們上次有聊到，會不會你內心深處對交易來講，你是會比較喜歡像我們那天有聊，不知道是不是成為 BNF 那樣的交易者？我覺得你現在一天交易最多會到幾次？達到我心目中想要成為的那一個人。我們都是做情緒返校，盡可能讓自己保持中立，没有偏見。1年不做，2年不做，沒有影響。maybe 再做5年吧，所以我只剩下5個職業年了啊。